你来做什么？如今宫中不太平，你没事别来这里晃。宫里的事都传到外边了，圣上说，凡是宗室子侄都有资格成为储君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简直晴天一道惊雷啊！有机会成为储君，未来还有可能当皇帝，如此天大的好事儿，你心中不欢喜？当皇帝算哪门子好事儿啊？圣上4更睡5更起，上朝要听百官吵闹，下朝还要批阅奏章，吃口饭都要内侍管着，喝酒就更不用想了。唉，让我过上这生不如死的日子，我宁可去死。圣上是明君，所以才勤勉自律，你大可以当个昏君嘛。哼，我有几条命够做这昏君的？哎，成王和太子都死了，凭我的本事能在朝堂上活够几日啊？况且我只是圣上的义子，那可是连半点血脉之亲都没有的。皇室宗亲都没死绝，怎么轮也轮不到我。也对，看来你只能乖乖当个替我牵马的亲王了。哎，我宁可给你做这个牵马的马夫，也不愿意做这个亲王。谁要，赶紧拿走。那怎么办呀？泽哥哥的眼睛快好了，我正打算回荆州呢。要不离京时，我把你藏在马车上一起带走算了。真的快好了？当然是真的啦，不然我来等你做什么？我就是想问问，我们之前的约定还作数吗？当然作数。哎，小宁宁，说话算数。等等我。宗室子侄继承大统，真是笑掉大牙。皇后，你小声些，若叫人听着了，听见又如何？我一个废后，还怕被人听见不成？把这个交给永慈君主。是。那是他的皇妃，我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有劳王妃久等，太后还睡着，老奴没忍心叫醒。皇祖母身体如何？挺好的，王妃你就放心吧。那随根呢？要不我带她出来玩一会儿？啊，这几日太后都拘着随根读书，怕是……啊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等过几日，我再来给皇祖母请安。王妃，若无太后宣召，这些时日尽量不要进宫。知道了，多谢陈嬷嬷。药香给我吧。是。多谢。王妃，您都洗掉了。皇后，淑华，果真是皇后。大风，去拿碱水。是。没想到皇后竟会制酒碟转印，看这刻痕的粗细，像是由发簪刻制而成。她有这份巧思，也难怪在前帝时期与圣上情投意合。如今的皇后，也不是那个见儿子用唾沫擦去就会生气的母亲了。她在宫中的帮手尚未露面，给你传消息，可未必是好事。主子，碱水来了。承南安
韩风去看看，城南安民坊有没有姓张的街或者是巷子。主子，有条张家巷。张家巷，那这钱，或是指钱姓的人家。主子，我去打探一下。这会不会是对你的陷阱？不说绝无可能，但以皇后目前的处境，她需要你我的力量，为二哥复仇。这整条张家巷，就只有一户姓钱的。敢问是钱大娘家吗？我正是钱氏，可是皇后叫你们过来的。正是。钱大娘是宫里的老人，老奴曾是太后身边的掌事嬷嬷。你既是太后身边的近侍，为何会远离皇宫，投靠皇后？老奴未曾有一日背叛过太后，只是为了保命，不得不在皇后的庇护下苟活。此话怎讲？皇后叫王爷王妃来找老奴，想必是做好了玉石俱焚的打算。老奴并非贪生怕死之人，只是老奴若是就此死了，这心中的秘密便再无人知晓。此秘密若是不得昭见天日，定会祸乱朝纲。那老奴咋还有脸去见太后啊？来，嬷嬷起来说。这足以祸乱朝纲的事情，怎么会与太后有关？因为太后投胎生的其实是双生子。太后投胎生的其实是双生子。可其中一个孩子先天不足，若死在宫中，会被说成是不祥之兆。当年太后也只是贵妃，处处被先皇后所挟，朝不保夕，哪敢出一丝差错？太后只好安排将这孩子送出宫去。不哭，母妃，都怪母妃没办法把你留在身边。贵妃，你去向圣上和皇后报喜，说我诞下一名皇子，母子平安。是。你带他走得远远的，一生都不要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。那小皇子日后该如何与您相认？此生无缘了，否则我们母子都难逃一死。无论相认与否，但能多活些日子，我就知足了。给小皇子取个名字吧。他刚生下来就要与亲人
肉分离。希望他可以原谅我这个做母亲的无能，就叫严寒吧。没想到被太医诊断会命不久矣的严寒，竟然在宫外顽强地活了下来。我便以远房亲戚的身份，一直照顾他长大。跟你说个要紧的事儿。当初，他们选择让你活下来，如今，也该轮到我了。天下，终究还是我的。几年后，当我得知他亲自斩杀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叛军首领傅承义，为救下新皇燕怀葬身火海时，我就知道太后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世人皆知圣上为权奸叛军，火烧密陵，身受重伤，九死一生才回到京城。那现在回来的是严寒，正是那个腰上有黑色胎记，生下来就该被溺亡的孩子。怪不得他与之前脾气不同，还杀了太子和成王。钱嬷嬷，你可将此事告知皇后？至亲至疏是夫妻，皇后对严寒早就起了疑心。严寒回到京城后，便派人追杀我，老奴无处容身，只得躲回京城求个灯下黑。得知帝后不和，这才托人给皇后带去消息。那太后可知晓此事？王妃可知为人母的心吗？亲自抚养长大，共同生活20-30载的儿子被换了人，太后怎会当真不知？只是2个都是亲生儿子，一个已经没了，太后如何忍心再葬送另外一个？皇宗都曾说，他这一生只由着心做过2个选择。这严寒的身世之谜，就像晏几图的最后一块拼图，拼上了最后一块，所有杂乱的线索，还有受害人之间的关联，就一目了然。严寒这样做，就是为了掩盖身份，所以信王妃会死，母妃会死，瑾妃会死，晋王兄会死，我爹才会死。信王妃定是在为严寒疗伤时，发现了那块黑色胎记。这止血生肌的药布定要绑在伤口处，若伤口持续出血，立即唤我，我就在此等候。啊！王妃，王妃，快来呀！陛下的伤口裂开了。我刚才险些把陛下的胎记当成败坏的腐肉了，幸好及时发现。陛下无大碍，臣女先告退了。请信王妃用了膳，吃了茶再走。遵旨。“
陛下赐茶。多谢袁公公。我妃当时刚生产不久，谢王妃前去看望，这才招致杀身之祸。陛下，探十司报说，谢王妃出宫后转道去了瑞王府，在瑞王妃处盘桓半个时辰才离开。二位王妃是闺中密友，瑞王妃又刚生产不久，谢王妃许是去看诊的。杀！贤妃是在圣上平叛之后入宫的，也是与伪帝严寒唯一育有子嗣的嫔妃。她出身于书香世家，又在玲珑阁发现了圣上前帝时期的墨宝，从墨迹中发现了破绽。而他竟傻到拿着那份册页去找严寒对质，这才把自己推向了死路。靖王兄因应远送随哥礼物，遂在永安宫附近等候，听到了瑾妃的惨叫，赶忙跑过去救人。去看看。七郎，严寒害死了我们的父母，你为何还要救他？他的罪，自有律法来裁。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律法？严寒的罪行罄竹难书，泯灭天良。岂是区区律法可以禁止啊？元庆，尸骨还未寒，你就在这里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来掩盖你的罪行，真是自私凉薄的伪君子！果然是处心积虑啊！严责他利用替天行道的说辞蛊惑人心，实则却是用天道社培植势力，以图谋皇权，报他的一己私仇。朕虽说是得位不正，但为君多年，也是勤政爱民的好皇帝。勤政爱民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是为了证明太后当初弃你不顾是错的。你为了满足自己君临天下的野心，不惜抛弃妻子，出卖其兄，谋害手足血脉亲眷。你才是这个世上最阴狠毒辣的小人！都住口！什么伪君子，什么恶毒小人，你们不过是一丘之貉。无论有何种情由，你们不过都是屠戮人命的罪人。我所杀者，皆是有罪之人，是他们死有余辜。我说了，他们的罪自有律法来裁决，还轮不到你。你也休想以此为借口，开脱自己的罪责。想想你的父母，想想我们的母妃，你还要救严寒这等罪人，助纣为虐吗？严寒必须死！呀！
别装，现在就跟我去紫宸殿，拆穿那个人的真面目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少在这跟我装疯卖傻的！你以为这么多年我忍让你是怕了你吗？我只是不信你那贱种，害我彻儿惨死。他自己又落得什么下场？你日日邀宠，委身国贼的时候，你想过自己有今天的下场吗？我委身国贼怎么了？难道你不想？装的一副端庄模样，若非他总防着你，你早把他拉床上去了。你以为全天下的女子都像你这般自甘下贱？自从发现那贼人并非圣上，我便一心筹谋，只为保住圣上血脉，承继大统。你呢？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权势富贵，亲儿子死在他手里，还要每日装疯卖傻，苟活于世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亲？琪儿不是我害死的，我为何也要跟着死？我想活着有错吗？这些年，他一直把我当成隐身草，躺在我身边，连中衣都未曾脱过。为了琪儿，我躺在个假人身边，守了10几年的活寡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为了圣上流血脉，你把儿子养得懦弱无能，就是为了让他当傀儡，你好做个摄政太后。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。你闭嘴！先皇结果你！要我死，你也别想活！